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曼曼，好久不见啦！最近大半年工作很忙，所以一直没有时间更新。后台私信的催更消息我都看到了，尽量回复大家了，有些没来得及回复，很不好意思。今天更新一期很不一样的视频，是尾鱼大大的小说《萧启清壤》。《萧启清壤》是一部比较特别的小说，它的世界观比较宏大，可以追溯到上古神话和《山海经》，它的设定比较复杂。读小说的时候特别像是剥洋葱，一层一层的剥出真相。有些人可能一开始看小说或者看剧的时候一头雾水，那今天咱们就来分享一下萧启清壤原著中的世界观和人物关系，希望可以帮一些朋友答疑解惑。一直说萧启清壤，那萧启清壤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萧是指地萧，它是从地下爬上来的，而且只能从清壤的地下爬出来。别的土壤，比如说黄壤啊、白壤啊，都是不可以的。不仅如此，除了清壤之外的其他土壤，对地萧来说还是有毒的。那清壤又是什么呢？大禹时期考察九州土壤的颜色和肥力，其中凉州这个地方土壤是青黑色的，就叫清壤。地萧就是从凉州这一带的土壤下面爬出来的。那地萧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它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这就要从上古说起了。上古时期，女娲造人其实是造了两种类人，一种是像我们这样的正常人类，我们用智人来代称，另一种就是原生状态的地萧。智人和地萧外表上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，但地萧他们有一条能够嗜血食肉的舌头，能够吃智人，我们可以叫它食人种。食人种活得比智人久，再生能力也比智人强，智人很害怕，为了不被吃掉，他们联合起来对食人种进行了绞杀。这种绞杀很彻底，差点把食人种逼上了绝路。不过最后却被女娲阻止了。女娲是创始神，当妈的当然知道孩子的秉性，早就预见了以后会发生自相残杀的事情，所以预先留了后手。她给战败的一方留了最后的避所，这个庇护所就是黑白剑。黑白剑是女娲肉身坍塌的地方。远古的时候，女娲造人，女娲死了之后，这个地方也会庇护自己造出来的人。食人种被屠戮的走投无路，仅剩的族人就跳进了黑白剑，求女娲庇护他们。就在他们跳进黑白剑之后，女娲死时设下的结界启动了，从此黑白分剑，地面以上是智人的，地面以下是食人种的。有人可能会猜测，地下是不是一直都是漆黑的？其实不是，食人种在地下也有自己的太阳。因为地心的温度高达几千度，像一团炽热燃烧的火，那就是他们的太阳。只是从此之后黑白划界，死生不相见。为了称呼统一，后面我们就用地萧代替食人种，用人类代替智人。地萧是从地面上被硬生生赶到地下的，他们享受过春和润暖的舒心日子，怎么会甘心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地底呢？因此他们一直筹谋着能够回到地面。可是黑白剑是他们的保护伞，也是他们逾越不了的屏障。如果强冲黑白剑的话，地萧的身体会发生很大的损害，比如说形貌上发生扭曲，变成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，也就是萧为人魔。如果只是待在黑白剑还好，如果还要继续向上冲到地面，被太阳照射到的话，就会加速消亡。所以从黑白剑冲到地面是一个自我毁灭的过程。同理，地面上的人类也不能向下越过黑白剑，一入黑白剑，形貌同样会变得扭曲可憎。如果继续向下深入，也会加速消亡。这就是人为萧鬼。总结一下，因为黑白剑的存在，地下的地萧不会见到正常的人类，能见到的只是可怕的萧鬼，或者是更可怕的白瞳鬼。这个我们后面会说到。而地面上的人类也不会见到原生态的地萧，能见到的只能是已经异化的让人心惊胆战的地萧。已入黑白剑，萧为人魔，人眼中的恶魔；人为萧鬼，萧眼中的恶鬼。但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勇士，他们会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。地下的地萧们中间就出现了这么一批人，他们一直在设法回到地面上。上古神话里有夸父逐日的故事，这批人佩服夸父的勇气，就自比夸父后人逐日一脉。萧启清壤中的林喜柔就是夸父后人逐日一脉。
夸父一族的人觉得女娲生能造人，死了也能渡人，既然绝地是黑白剑，那破解之法一定也在那儿。他们有这个想法，因为2个传说，一个是黑白剑是分季节的，秋冬是枯水季，春夏是旺水季；另一个是听说黑白剑向阳一侧的边墙是女娲的尸身，女娲以尸身为界，尸首坍塌之后，血液化作了河流，骨肉则进入了河底的泥沙。他们坚信这些泥沙对他们有帮助，于是夸父一族第一批死士拜遍族人向黑白剑进发。第一批死士这次出发有2个任务，一个是趁着枯水季在河流中淘金，就是淘挖女娲肉；另一个就是找路口，就是能够回到地面的出口。因为他们当初逃入黑白剑之后，人类怕他们再上来，就想办法封死了所有的出口。这些死士要为族人们打通去往地面的通道，但就像上文所说的，黑白剑是个魔咒，进了黑白剑的枭也好，人也好，基本被困在这个范围里了。不管是向上走还是向下行，都会死得更快。所以这批死士进入黑白剑后，分成了2波，一波去淘金，也就是去挖女娲尸身坍塌处的珍贵泥壤；另一波找通道的死士更是在用命在开道。挖掘通道是一个巨型的工程，30-50年都未必有成效。挖着挖着，这些死士就陆续倒下了，但他们最后还是挖出了7条出口。为了纪念这些死士，族人们就把他们比作逐日的夸父。他们挖出的7条出口就叫做夸父7指。为了和7条出口对应，淘金的那波人又挖出的珍贵泥壤塑造了7尊女娲像，而这7尊女娲像是可以突破黑白剑的法宝，可以叫他们女娲肉。地枭利用它可以实现人化，成为像林喜柔一样的人，在地面人间生存。枭鬼利用它同样可以人化，变成白瞳鬼。白瞳鬼是地下的顶级掠食者，女主聂九霄的妈妈，男主炎拓的妹妹都是白瞳鬼。但女娲肉不是万能的，即使有了它也突破不了黑白剑的规则。一入黑白剑只能走单行道，无论是人还是枭都不能再回头。地下的枭向上走到黑白剑之后，只能再继续向上走到地面；地上的人向下进入黑白剑之后，只能再继续向下进入地底。他们最多只能再回到黑白剑这一带走一走，但2者都永远无法回到起点了。2. 秦汉交界。地枭想要实现转化，光靠女娲肉是远远不够的，还需要血囊。这里的血囊是活生生的人类，只有用人入药，他们才能在太阳底下正常存活。时间就这样来到了秦朝，地枭生存的地方是青壤，那里地势偏僻，人烟稀少。有些地枭爬出来，还没有找着可用的血囊就受化了。受化的地枭从出口里窜了出去，伤了人，有的被当野兽打死了，有的被活捉了。就是这批被活捉的地枭引起了人类的注意。地枭常年生存在地下，对埋在地底下的金银财宝特别敏感，也就是说他们有救宝的特性。救宝的特性渐渐引来了一些逐利的人类，这个事情让地枭们看到了希望，他们要利用人类的贪婪做一个诱捕计划。最开始不是来了一批人吗？他们先是利用这批人做血囊，实现了转化，可以成功在太阳底下生存。然后他们又把一些合适的人类发展成了伥鬼，让伥鬼向外散播蛊惑的谣言，说青壤这个地方有可以让人长生不老的宝贝。他们满心期待着这些传言可以吸引来更多的人类过来，从而拥有更多的血囊。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他们招来的不是普通的老百姓，却是秦始皇的正规军，也就是小说中一直提到的缠头军。缠头军一来，瞬间就压垮了他们苦心经营的计划。2000多年前的秦朝，徐福奉命去东瀛访仙求药，与此同时，还有一批精兵秘密的也奉命进了地处青壤的巴山老林。因为这些精兵都缠着黑头巾，因此后人叫他们缠头军。缠头军进入南巴老林后，就找到了当时居住在密林里的土人。这些土人是生活在密林里的少数民族，因为长期半山而生，远离人世，他们的生活环境、习性乃至身高、体型、单项器官的发达程度都跟外面的人不一样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能够嗅到地枭的味道，除了他们，其他人都闻不到。从这些土人的口中，缠头军确认了地枭不是妄传的谣言，而是确确实实存在过的。
秦朝的精兵不是草包，无论是战斗力还是脑力都是顶尖的。在确定了地枭确实存在后，缠头军做了3件事。第一个是收编土人，土人的鼻子对他们来说太有用了，被收编的土人后来就被叫做苟家人。小说中的重要角色之一邢生就是苟家人。第二件事是堵。鼎书中记载，地枭在南巴有4个极其隐秘的巢口，缠头军就堵住了这4大巢口，还给巢口安门落锁，堵住了源头，也尽量堵住了后患。而且缠头军堵巢口也是花了血本的。据说秦始皇统一6国后，怕各地的百姓造反，于是收天下兵拒之咸阳，铸造了12金人。秦朝灭亡之后，这12金人就没有了下落。其实当时有1尊金人被运到了南巴老林，并且是一分为4，铸成了4扇大门。缠头军就用这4扇大门来堵巢口，因为大门是用金人画的，就叫做金人门。第3件事就是分期分批进入巢口，反锁金人门，正式的寻找地枭。这么做其实还挺悲壮的，关门打狗可以打死狗，让门锁了，自己也没有退路了，也可能在里面被狗给咬死。在这个过程中死了很多缠头军，经历过无数惊心动魄的事儿，历时2年多之后，他们终于摸到了门路，找到了第1支地枭。缠头军猎到第1支地枭其实没有那么容易，整个过程可以说是惨烈。秦始皇派出的缠头军并不是一次到位的，而是分批次的。第1批缠头军到达后，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。前面提到的3件事，比如说收编苟家人、查找侵扰入口、筑金人门等，就是他们做的。后面第2批缠头军到达之后，他们的管理就更加的精细化了，开始分组编队，划定不同的区块，每日推进，逐步往里探找。起初还很正常，但渐渐的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。一些士兵病倒了，开始是1个人，后面就衍生到1个小队。随行的大夫判断这些人是得了10疫，需要隔离。但是隔离之后，更离奇的事情发生了，隔离的病人开始陆续失踪。缠头军日夜防守，却发现这些病人是自己偷跑的。这些人被抓回来的时候，思路还是相对清晰的。据他们所说，金人门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召唤他们，让他们控制不住的想要冲进去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当时缠头军的首领做了2个决定：一是派小分队深入金人门，把犯病逃跑的人给抓回来，毕竟是同僚，不能放任不管；二是对那些还没逃跑的人严加看守，同时向外求援，寻找医术精良的大夫进山。但没有想到的是，情况再一步恶化了。那些去抓逃跑病人的小分队，要么一去再没有消息，要么把人抓回来了，自己也开始犯病。而那些被严加看守的病人就更加糟糕了，他们的身体容貌开始发生可怕的变化。他们个个变得青面獠牙，形同恶鬼，一入夜就撕心裂肺，鬼哭狼嚎。这就是人为销鬼的过程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有一天病得最严重的100来个人发疯似的冲进了金人门深处，从此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消息。跑了100来个病情严重的士兵，还留下几十个比较清醒的病人。缠头军首领讨论后觉得，与其放任这几十个士兵继续病情恶化发狂，然后也一窝蜂地冲进金人门，不如趁着这些人还有意识，顺水推舟，把他们给利用起来。所以趁着这些轻症患者还可控，缠头军首领把这几十个人转化成了打头阵的侦察兵，让他们进入到金人门深处查找线索，再把里头的情况往外汇报。这批侦察兵使命重大，本来他们只是走亲壤找地枭，帮皇帝寻找长生的方法，现在却多了一个任务，就是用尽一切努力查出同伴发狂的原因，把那些已经消失在黑暗深处的人再给拉回来。这批侦察兵可以说是缠头军在金人门深处建立的分部，他们要争分夺秒找到救同伴的方法，当然也是在找救自己的方法。但是这批侦察兵本来就患了病，能够支撑的时间是有限的。为了保证这套体系可以良性的运行，就得有新的血液汇入，于是后方就要不断的有人补充进去。主力就是边家，边家人的主要工作就是驯化。因为缠头军即便兽化了，也不可能是野兽，他们要依然能够听军令，冲锋陷阵，能被召唤，能被驱使。
边家人训人也训己。小说中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于荣就是边家人，希望剧里这个角色也能够同样出彩。就这么历时2年多之后，进入金人门里面的缠头军终于摸着了门路，找到了第一支地枭巴山猎。打猎时有分工，有人做交口负责下手，有人撵山子，也就是敲锣打鼓、抄枪抡棒，负责把野兽给惊扰出来。这第一支地枭就是里头的缠头军设法撵出来的。但南巴老林太偏僻了，偏僻到连信鸽都到不了，山中无甲子。等到他们终于猎到地枭之后，才发现外面变天了。楚汉相争，大秦垮了，这从根本上动摇了缠头军的军心。军队是靠国家拨钱供养的，一旦断了所有的供应，那后果可想而知，各种矛盾都凸显了。有人效忠雇主，想继续坚持下去；有人觉得在这破地方熬了2年多，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所谓的长征根本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目标，不如尽早放弃隐匿身份，省得新帝上台清算旧账。总之就是冲突愈演愈烈，到最后酿成了一场兵变，双方打了起来。最后胜利的是想要隐匿身份的那一派，他们锁合了金人门，在南巴老林附近住了下来。这个地方后来就形成了一个村落。中国古代社会相对封闭，流动性差，一个村子代代延续，续隔1800年，变化也不会很大。渐渐的靠山吃山，这个村落就成了猎户村，也就是俗称的巴山猎人。平时他们跟普通的猎户没有两样，就靠打猎为生。但每隔100多年，当精壮猎手称足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秘密组织一次拜金人走亲壤的活动，期待着能够猎到一只地枭。因为地枭有救宝的特性，每猎到一只地枭就意味着有大批的财宝。3. 现代社会，外面的缠头军死的死，定居的定居，那被锁在金人门里面的缠头军怎么样了呢？进入金人门后，这些缠头军有计划的设伏，打探到不少事情。他们甚至探听到了女娲肉的秘密，甚至还抢走了4尊女娲像。而从这一刻起，女娲留给地枭的最后庇护所，也成了地枭们真正的地狱。一入黑白剑，人为枭鬼，也就是说前后进入黑白剑的缠头军们，一开始成为了枭鬼，但他们探听到了女娲肉的秘密，还抢到了4尊女娲像。有了这些女娲像，一部分枭鬼转化成了战斗力更强的白瞳鬼。白瞳鬼是地下的顶级掠食者，在地下，白瞳鬼有一个坑场，里面全是地枭。这些地枭小部分是野生的，大部分是被抓去的，当畜生一样圈养的。他们只有2个用途，一个是作为食物，另一个就是为白瞳鬼生养血囊。地枭到地面抓走人类当血囊，人类到地下抓走地枭当血囊。所以谁是白，谁是黑，谁是正义，谁是邪恶，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去定义。地枭被圈养在坑场，他们按照排序配对，就这么交配繁衍，交配繁衍，一代又一代的存着备着，供白瞳鬼能够一代代的延续。很多地枭当猪当狗已经认了命，但也会出现特例，他们坚决不认命。比如说林喜柔，他给其他地枭讲逐日一脉的传说，讲到当年的夸父七指以及7尊女娲像。缠头军当年抢走了4尊女娲像，还起了4扇金人门，堵住了4条出口，但还剩下3尊女娲像，藏在了没被发现的3个出口附近。只要他们能够逃出去，找到出口，他们就有希望了。这些话无疑给地枭带去了希望，但出逃计划没那么容易。林喜柔策划了很久，很多地枭主动帮忙，他们有的留在坑场打掩护，制造混乱，有的甚至直接去跟白瞳鬼拼命。就这样踏着族人的性命，第一批地枭逃了出来。陕南油塘县老牛头港，煤老板延环山的矿上出了一件糟心事儿，煤矿工人李二狗失踪了。李二狗人缘不好，好吃懒做，迟到早退不说，还一直散播谣言，说矿下有鬼，严重影响了工人的情绪。这一天，延环山正美滋滋地吃着媳妇儿送来的饺子，就见一群工人疯了似的往他这里跑，嘴里还嚷着说矿下有鬼。延环山不大信，怀疑是李二狗偷了钱躲在矿下，他决定破一破这谣言，于是壮着胆子一个人下了矿。到了矿下，延环山骂骂咧咧地找李二狗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不远处昏暗的灯光下有一双脚，纤瘦白皙，一看就不是男人的脚。
难道矿底下还能有女人不成？严欢山下意识地拎高了矿灯，这一下他看清了，那真是一个女人，赤裸的全靠在角落里的女人。女人的头发又浓又密，遮住了脸和大半个身子，藏在乱发下的眼睛正一瞬不瞬地盯着他。女人的眼睛除了比一般人更亮、更美、更深邃些，倒也没有其他特别的。但严欢山的脑子里还是出现了第一个形容词，跟美、亮、深邃都无关。那个词是新的，簇簇新的眼睛，没被使用过的眼睛，像婴儿一般刚刚被造就的眼睛。严欢山盯着这眼睛看，他发现自己动不了了，而那个女人她爬过来了。这个女人就是林喜柔。故事也来到了小说的开篇，1992年，男主严拓一家的悲惨故事即将从这里开始。